大家好，对于崇尚自然农法呢，也深信自然力量的朋友呢，能不插手植物生长呢，当然就是尽量不要插手，除非呢植物生长出了状况哈，就像这玉米笋的叶片呢遭受到虫害了，不然呢能偷懒当然是要尽量偷懒啊，顺其自然就好。不过呢，才刚失走的该如何处理时呢？显然，大自然的力量呢，提早出手了。或许是天敌出现的原因哈，这玉米笋呢，竟然变健康了。个人的专业能力呢，完全派不上用场。于是呢，只能继续呢，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哈。个人呢，则只能拿出更专业的偷懒本事。不过呢，看到中间内部呢，可以让它长这么多草，应该可以猜想平时要面对多少的质疑跟压力。故意让这些草长成这样也就可以知道呢，个人有多大的忍耐力跟抗压力。因为当初呢，从隐藏式堆肥槽移出玉米笋幼苗种植的时候，在内部呢有先行挖沟埋下了中药渣，为了封住呢，一直怕发酵后会伤到玉米笋，然后不信邪的大人嘴巴只好呢让它故意长草，来证明这样的设置呢，并不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当然呢，若是要硬说杂草跟蔬菜的韧性又不同，那就真的没辙了。反正信者恒信不信者那就照自己的思维做吧。也许呢，你的方法更为高明但这只是在展示堆肥呢掩埋的位置如果有控制好就很有机会呢边种植然后边堆肥的概念而已而这对空间较为不足的家庭种植却是帮助颇大。趁着要对玉米笋呢进行覆土时呢，顺道来看一下这也算仿照呢草生栽培的做法。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内部的草是很多没有错当然呢也可能会吃掉肥分但是除草的过程呢，可看出这土壤呢除了很疏松之外，草也很容易拔除了。长时间没有浇水呢，土壤还可以一直维持着维湿的状态甚至在这样杂草丛生的掩护下呢，底下还出现了隐二代非常细小的蚯蚓已经开始出现了。虽然一开始呢杂草会吃掉肥分，但玉米笋的植株还小，影响并不大。当玉米笋长到一定的程度后呢，才清除杂草呢。虽然浇水的次数得提高但灌溉河水然后蚯蚓增生与掩埋的药渣若是呢同时发功呢，应该还是足以应付未来的这几棵的玉米笋生长。这是后来决定的长远计划，将一块一块溪地呢慢慢重建养蚯蚓的计划。目前看来呢，算是得到初步的成功但这也不一定说急着要成功在一时当把溪地的土壤活化重建以后呢，对日后的种植呢帮助会更大。毕竟呢，玉米或玉米笋很吃土壤的肥力也因为酸碱肥力都吃所以有人会利用种植来改善平衡土壤的酸碱度而这因为是采用自然农法
种完玉米或玉米笋之后呢，土壤的肥力呢，大概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该如何进行呢？永续种植呢，就是个重要课题。除非呢，你的自然农法呢，后续呢要变成自然等待土壤肥力回升啊，不然呢，做个安排呢，或许还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影片看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呢，早已经略过不看了哈。但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一直是自己的种植核心概念啊，就是把土养好哈。从最基础的把土养好呢，日后呢就会非常轻松啊。但老实说哈，这却是很无聊的片段，所以呢，也就一直把养土的过程呢，偶尔置入影片中了。毕竟呢，个人还是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啊。会看土壤脸色的观众朋友大概已经发现了土壤的变化了。将草除尽后呢，这种吸地除草做法呢，大概只要再拔个2-3次草日后长草的程度呢，就可大大的缩减了。除非一种状况又从别处呢把移土进来尤其像是河道的淤泥虽然呢被认定有高度的肥分但要特别小心处理因为那淤泥中呢会有很大量的草籽一直在等待机会上场然后展现生命力，所以呢千万记得要小心行事。刚才对这也算是隐藏式堆肥草的预留覆土挖起开始对两侧的玉米笋呢进行覆土过程呢仅薄薄的然后进行覆土，让中间较高的位置呢形成新的凹槽这样底层掩埋的中药渣呢继续保留给蚯蚓当做食物而凹槽呢就是日后浇水的位置玉米笋跟玉米呢在结果时呢会比较吃水为方便将水留住呢，中间最好留一个凹槽会比较容易保持湿度。接着来看一下浇水的方式，因为这刚挖起来的覆土呢非常松软所以建议浇水的位置呢就选择在一旁就好，不然呢很容易把刚才的覆土又冲下去那就真的是在浇辛酸的土了。由于呢植物吸水呢主要是靠它的细根所以把水浇在一旁呢完全不是问题不要看植株正下方是干呢就拼命补水若是排水不好呢，那就只能祝你好运了。而这覆往下的黑芥蓝菜急着要出场，可以先去旁边休息吗？下一部片才轮到你，好吗？2天后呢，除草的坏处呢，就是得时常浇水了。土壤表面呢，虽然已经干掉但这土壤下方呢，仍有一点湿度啦。幸好呢，本人够懒所以又想出免浇水的方法。谢谢收看。